大家好，我是小冰，今天来介绍在我心中如大神般存在的望县作家何不归来山中老，下称何老师。何老师在 Lofter 的账号也是何不归来山中老，第一篇望县文发表于2019年6月12日，最后一篇发表于2021年7月20日。何老师的微博是何不归来山中老，看清楚，有加横杠。以前何老师会将车文补在微博，但现在很多文章已经找不到了。何老师消失很久了，一直到2024年3月25日，墨香老师重出江湖时，何老师在 Lofter 及微博有发表一篇贴文，而后又再次消失匿迹。在他的 Lofter 中，可以看到很多有关魔道祖师的研究内容，看得出他对原著的喜爱。所以，我感觉老师不算退圈，只是停笔，希望老师有一天还愿意回来写点东西。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老师停笔的理由跟花冠秀伟老师一样，虽然我连是什么理由都不知道，但是在他们的字里行间中，我就是觉得像。何老师的望县文设定，除了原著背景向改编、续写婚后小品、ABO 现代故事，也有一些小段子。衍生 CP 有追灵，但也就只在2019年10月25日发表了一篇双降集来，因为不长，我看了，甜的。我觉得何老师笔下的魔道人物非常贴合原著设定，算是非常标准的全员粉。老师写过几段文字，我很喜欢，稍后分享给大家。何老师的文字不算艰涩，但老师有用文言文写下蓝忘机的日记，其中还包括几篇车文，很厉害。稍后我会在车记介绍时列出文言文开车清单。这边提一下 Lot Like 老师也写过，但两者的文风差很多，大家可以自行比较一下。老师在描绘人物心境上是很强的，在情境的描绘上，虽然不似风间青铜老师或是夜长梦长老师那么细腻，但刻画也算是细致的，阅读时可以轻易在脑海中编织画面。何老师的文章在 Lofter 中分成4个合集，分别是英本无忧、买酒重温、云深花巷、寄山中事、鸡鸟就林。英本无忧是连载故事，但其中亲亲33比较像是小段子。买酒重温是蓝忘机的日记，包含补全蓝忘机视角的小品。云深花巷是望县小故事，也含改编补全作品。寄山中事含追灵那篇 ABO 故事，还有几篇改编为补全作品。至于鸡鸟就林，就是何老师的碎碎念了，包含一些他对原著的研究及想法。何老师的产量并不高，唯一一部稍长的连载就是窗户纸，其他都是10章以下的短篇故事，或是一发完的小品。现在就让小兵我来介绍老师的作品吧。第一部是来日可追，共2章，外加一篇后续难言之隐。因内容被 Lofter 屏蔽，建议直接到何老师的微博看，可以在老师的微博页面搜寻来日可追即可。这部小说算是婚后续写，故事讲述魏无羡在静室醒来，发现眼前竟然出现过去的自己，且还是2个，一个是听学时期的自己，一个是当年带着温情一脉身居乱葬岗的夷陵老祖，且只有自己可以看到他们2个人。夷陵老祖惊讶自己被献射后竟然住在云深不知处，而魏无羡更是跟他们吹牛是自己8抬大轿将蓝忘机取回。我当初看到这里时就很想问，你们2个不觉得奇怪吗？取回，那怎么住在云深不知处而不是住其他地方？但我又想，魏无羡那不拘小节的个性，3个阿羡都没发现这个 bug， 也挺合理，不得不佩服老师拿捏原著人物的精准度。然后就是看2个过去的自己如何在这时空回忆往事，并反思等回去后要怎么行事。故事最精彩的地方是当蓝忘机夜晚打算跟魏无羡天天时，阿羡因顾及另外2个人的存在，果断拒绝蓝忘机，还一脚将蓝忘机踢下床，哈哈，差点笑死我。这部小说我已经制作成有声版本，就不拉一段出来念了，但因有车，所以只有 YouTube 的会员可以收听。第2部是梦魇3日，共9章。发表期间2019年10月5日至2019年12月8日。我2022年初在 Lofter 看的时候，小说名为重眼，而在2024年9月30日写这篇介绍时，发现小说改名了，改为梦魇3日，至于是何时改的，何老师果然是神出鬼没呀。这部小说收录在 Lofter 合集英本无忧中，算是改编作品。假设原著67章中，恶祖痕招来邪祟，
蓝忘机失去部分记忆。时间点在魏无羡重生后，望羡追查鬼手，两人与蓝曦臣兵分两路，蓝大去金陵台，望羡去乱葬岗那会儿。故事讲述魏无羡从金陵身上转过来的恶祖痕招来的邪祟，在3日前找上了他们。蓝忘机中了眼，失去部分记忆，他忘记自己知道眼前的这个莫玄羽其实是魏无羡这件事，只记得他要调查鬼手一事，也因此并不知道莫玄羽为何与他同行，甚至还同住。魏无羡本意逗蓝忘机，阐明自己身份后，还说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关系，蓝忘机误以为他俩已经互通心意。这边我拉一段出来念，当魏无羡告诉失忆的蓝忘机他就是魏无羡时，魏无羡换了个更轻松的坐姿，道：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比起考虑未来的事，魏无羡更关心现在活得快不快活。但蓝忘机和他不一样，蓝忘机会考虑未来，考虑更长远的事情。他马上对目前的情况做出了判断：一、魏无羡回来了；二、他们目前是安全的；三、他们已经待一起很久了，而且两人要一同去乱葬岗探明金光瑶的计划。他唯一无法解释的难题是，他和魏无羡现在是什么关系？两人仅穿着中衣，又是同床共枕，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奇怪的地方。蓝忘机想问，却又不知该如何问，犹豫片刻，声音滞涩地开口道：我们。蓝忘机侧过了脸：我们线下是什么关系？蓝忘机这个人是这样的，看似对谁都淡淡的，可其实他知道要把谁，要把什么事放在什么位置。他会根据你在他心中的位置来选择对待你的方式。你对他尊重，他便不会轻待你；你对他失礼，他倒也不会故意伤害你，只是在见面时会主动保持距离。蓝忘机对他的记忆停留在13年前，那时他们志向相悖，水火不容，一夜好梦，两人竟同床共枕，相敬如宾起来了。这实在太诡异，太反差了，所以蓝忘机只能期望于借助魏无羡的回答来判断他们二人之间实际的关系与自己心里定位的误差。也就是说，如果魏无羡没对这段关系判定一个确切结果，那么蓝忘机很容易就会按照自己心里的期望来对待他们之间的关系。想到这儿，魏无羡无意识地挑了挑眉：都睡一起了，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面前的人静静地看着他，依旧是那张不动如山的俊颜，只是掩藏在发丝间的两只耳朵慢慢地变成红色，诉说着他的羞赧和无措。我们。魏无羡见蓝忘机这模样，心里喜欢的紧，嘻嘻一笑道：什么你们我们的，就是你想的那样呗。蓝忘机嘴唇微微一动：那样是哪样？魏无羡歪着头看他：你自己怎么想的，难道你不清楚吗？你觉得我们是哪样？蓝忘机福至心灵：是。嘴唇蠕动了下，终是没把那2个字说出口。是什么？蓝忘机默不作声。魏无羡乘胜追击：你怎么不看我呀，蓝儿哥哥？饶是韩光君在一觉醒来，得知自己喜欢的人起死回生，也不免慌乱无措。况且两人不知何时还互表了心意，终得善果。再加上魏无羡说的话含糊暧昧，半似开玩笑，半似埋怨，比起惊喜，蓝忘机此刻的心情更加混乱。什么时候开始的？他微微扶额，似乎是在思索现在该以何种态度面对魏无羡。魏无羡反应极快：不久前。蓝忘机回想了一下，他刚从云深不知处出来，试探地问道：那叔父？魏无羡心中一惊，要是被蓝启人知道自己这么骗他的得意门生，定要吹胡子瞪眼，将他一剑劈了不可。当然不知道。魏无羡压低声音，仿佛在说什么了不得的秘密：你想想看，你叔父要是知道是我把你拐跑了，还不得把你关起来天天罚抄家规啊？魏无羡又补充道：世人不会理解，不会相信，解释起来也多有麻烦，这件事知道的人还是越少越好。蓝忘机心中闪过一丝失落，轻轻嗯了一声，他的脸看起来很平静，似乎并不为自己丢了记忆而担忧，这让魏无羡有点烦躁，便缓缓道：韩光君，你是不是后悔了？蓝忘机目光沉沉地看了他一眼，轻声道：没有。魏无羡无意识地扯了扯床单：那你为什么从刚才开始就不看我？衣衫不整，床褥凌乱，在这种状况下坐着聊天，已经是蓝忘机的极限了，哪里敢将视线放在对方身上？蓝忘机眼睫微微颤动：没有。看他垂着眼帘，回答的有些腼腆，魏无羡心里一酥，越发嘴眉上锁，口无遮拦道：后悔也晚了。我们已经决定以后找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修一座大房子来归隐，白天你负责织布做饭，
我负责种地打鱼，晚上就提前一起外出夜猎，过腻了再重新入室。哦对了，你还答应帮我算账管钱，晚上给我补衣服。说话呀，蓝二哥哥，知道了吗？蓝忘机眼底似乎漾起了一片涟漪，然而这微不可察的波动转瞬即逝，立刻恢复为一泓深潭。沉默片刻，蓝忘机道：知道了。这部小说太好看了，结局有反转，还可以继续接回原著内容，所以也算是补全作品，就当作是改编补全吧。我个人觉得，这部小说若要当成是窗户纸的前传，也是说得通的。我之后也会制作成有声版本，但应该也是只有 YouTube 的会员可以收听。第3部是窗户纸，共33小节，外加2篇番外。发表期间2019年12月23日至2020年5月23日。这部是改编作品，故事假设，如果当初在云平城的观音庙，蓝曦臣没有告诉魏无羡那些事，魏无羡没有告白，没有沐天洗地，而是在事情结束后，魏无羡邀请蓝忘机同他一起归隐。所以蓝忘机保持着魏婴不爱我也无所谓，只要能在他身边就好的心态，与魏无羡隐居山中。而魏无羡在云平城那晚发现了自己的心意，只是他害怕蓝忘机不会接受他，所以他也是抱着只要能在他身边就好的心态，开始了两人归隐的生活，也就是双向暗恋的情况下，两人加上温宁一起到一处名为山中村的小村庄，过着如原著中魏无羡曾经提过的小日子。就看所有人都知道他俩情投意合，却迟迟没有戳破那层窗户纸。当然，老师就是来帮他们捅穿这层纸的，就看温宁、江澄、蓝曦臣如何助攻望羡了。故事中，除了主角望羡二人的心境，就连温宁、江澄、蓝曦臣的心境，老师也写得很好，非常推荐。这部小说超好看，我也已经制作成有声版本，就不拉一段出来念了，大家自行在频道播放清单找。最后是有关何老师的车记了。刚才提到用文言文开车的文章，主要分布在买酒重温中，有志夏、冯东、白日、抹额、青青、玉壶、习琴，写得很棒，欢迎大家前去观摩学习。至于白话文的部分，我觉得老师的车还算含蓄，主要描绘欲望，过程的细节不算仔细，但也表达得清清楚楚。长一点的有窗户纸及手指印，其余大多都是意思到就好的程度。至于老师针对魔道祖师的人物见解，我这边记录几段我喜欢的文字。以下文字皆出自何老师的文章，大部分收录在 Lofter 合集《鸡鸟救林》中，小部分要去微博欣赏。他是姑苏无尘雪，浮世寒光月。他是云中无鸡鸟，人间惊鸿客。他们在书中有血有肉，在书外不死不灭。蓝忘机才是坠入爱河，意外的，不自觉的，机不可失。魏无羡那是朝爱河扎了个猛子，雀跃的，热烈的，羡煞旁人。很容易理解蓝忘机喜欢魏无羡后再难看上其他人。正不如他磊落，邪不如他绝艳。别后世间万般风流皆似他。魔道祖师里无疑有很多好看的人，加上一开始是魏无羡的直男视角，但是看书的时候，第一个在我脑海里具象化的美人却是蓝忘机。君子如蓝，有美姿仪，翩若游龙，似回雪流风，远而望之，皎月灼灼，隐于浮云深处。她一定是第一眼就让人很惊艳的，俊美非常，又冷极雅极不容侵犯。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薛洋，我永远没办法成为你那样的人，所以期望你能变成我这样的人。江澄，我会成为我期望的那种人，希望你也能成为我期望的那种人。金光瑶，努力成为大家的期望后才发现，对自己抱有期望的只有自己。蓝忘机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美，在比空谷，一世独立。她的美带着标致雅量，风骨有韵，不会空洞，像山顶冰封的雪，经得起洗濯，永不褪色。而魏无羡就是帅，原生态的帅气，野性，没有一丝雕琢，纯粹天然，即使是落魄的时候，也是那种看起来有点忧愁，但很风流的帅哥。看了这几段文字，大家是否跟我一样，可以感受到老师对魔道祖师的喜爱？我跟老师一样，我看完魔道祖师后，我也感觉蓝忘机应该是个非常貌美的人，中性美吧，我想。所以我觉得剧版《陈情令》由王一博来饰演蓝忘机真的很合适，太美了。
而前世的魏无羡应该是个阳光帅哥，在修轨道后带点邪魅，所以陈情令由肖战来饰演魏无羡也非常合适，非常符合又帅又邪又媚。而老师在2020年10月25日写给望羡的文字，更是触碰到我的内心深处，我深深感到共鸣。我真的太爱魔道祖师了。虽然说过，还是要再说一遍，谢谢你们并不存在，可以永远年轻，永远相爱。一想到能遇到你们，就觉得这世界待我也没那么坏。魏无羡，你很好，我就想成为你那样的人，一人可敌3000甲，剖单重来，也不做那斩杀无辜妇孺的下流勾当。蓝忘机话少就很好，魏无羡前世就死在别人嘴里。每次看到有人被妖魔化，被神化，就想起来蓝忘机说的那句，都是人，都是人。我的文字很笨拙，可我偏要送你余生春暖花开，煮酒听雨的梦。因为如此热烈的喜欢过，所以多年后如果有人问起，我一定会告诉他，这是个很好很好的故事。望羡是真，喜欢是真，除此之外，我的文字都是谎话。好啦，以上就是我对何不归来山中老何老师的介绍。小兵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欢迎留言交流。若你喜欢我的分享，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按赞表达你的喜欢，万分感谢。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听更多的完整版小说，咱们下次见。